HSK 标准教程4下。第11课：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课文1：马克介绍自己学习汉语的方法。你来中国才1年，汉语就说得这么流利，真厉害。谢谢。其实我的语法不太好，很多句子说的都不太准确。但是我看你跟中国人交流没什么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的？平时多交一些中国朋友，经常和他们聊天，听说能力自然就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另外，我建议你坚持看中文报纸，这样能学到很多新词语。你太厉害了，连中文报纸都看得懂。刚开始肯定有困难，不过遇到不认识的词语，你可以查词典，然后写在本子上，有空就拿出来复习一下，慢慢的就会发现中文报纸也没那么难了。课文2：小夏和小雨聊考试的情况。考试结束了，你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说真的，我不太满意。这次阅读考试的题太多了，我没做完。2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来得及吧？这次主要是因为我先做了比较难、比较复杂的题，结果花了太多时间。后面简单的题我虽然会，可是时间来不及，最后只好放弃了。其实我考的也不怎么样，有几个填空题不会做，有几个选择题实在想不出来该选哪个，就随便猜了一个答案，结果一个都没猜对。看来要想考好，不但要认真复习，还得注意考试的方法，否则会做的题也没时间做了。课文3：小李告诉小林阅读的好处。你的客厅里怎么到处是书啊？这些书你都喜欢看吗？当然，我每天都要看书，无论是普通杂志还是著名小说，只要打开它们，就会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生活。想不到你工作那么忙，还能每天坚持阅读。如果3分钟读1页书，半个小时就可以读10页。每天花半个小时来读书，1个月就可以读300页，差不多就是一本书了。是啊，一个真正爱看书的人，总能找出时间来阅读。坚持阅读，除了能增加知识外，还能帮助我减轻压力，人也会变得轻松起来。课文4：根据调查，阅读能力好的人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资也比较高。怎么才能有效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呢？做读书笔记就是其中一种好方法。读书笔记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就是把自己喜欢或者觉得有用的词语和句子记下来。另外，在看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还可以把它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然而，你不能完全相信书本上的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坚持做读书笔记，对提高阅读能力有很大帮助。课文5：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虽然这句话只用了3个相同的汉字，但是不同的顺序却表示了不同的意思。首先，读书好说的是读书有很多好处。其次，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把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读完，所以要读好的书。最后，好读书就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使读书真正成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阅读有许多好处，它能丰富你的知识，让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它还会丰富你的情感，使你的生活更精彩。所以，让阅读成为你的习惯吧。第12课：用心发现世界。课文1：王经理做生意遇到了困难。听说这次生意你到现在还没谈成？按我以前的经验，早应该谈成了。这次我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有句话叫“规定和经验是死的，人是活的”。当规定和经验不能解决问题时，建议你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很多时候，我都习惯根据过去的经验做事。可惜，经验不是全部都是对的。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我们应该试着走走以前从来没走过的路，也许这样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好，我再跟同事商量商量，希望能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准确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课文2：高老师告诉女儿洗衣服的方法。妈，您看我刚买的裤子，洗完以后颜色怎么变得这么难看呢？看来是掉颜色了。你洗的时候在水里加点盐，就不会这样了。放盐？盐不是用来做饭的吗？难道它还能让衣服不掉颜色？当然，有些衣服第一次洗的时候会掉颜色。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水里加勺盐再洗是最简单的方法。用盐水来洗新衣服，这样穿得再久，洗的次数再多，衣服也不容易掉颜色。我第一次听说盐有保护衣服颜色的作用，生活中还真有不少课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实际上，很多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但这需要你用眼睛去发现，用心去总结。课文3：高老师学习王教授的教育方法。王教授，今天听完您的这节课，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您的课那么受学生欢迎了。谢谢。您能详细谈谈对我的课的看法吗？我发现您对学生特别了解，而且总是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复杂的问题解释清楚，让每个学生都能听懂。这一点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哪里，这只是因为我对每个学生的能力水平比较了解。那您认为，对于老师来说，什么是最难做到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同样的，世界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人。所以在教育学生时，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方法。我想，这应该是最不容易做到的。课文4：人人都会使用语言，但是怎么用语言把话说好，却是一门艺术。看一个人怎么说话，往往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即使是别人的缺点，他也会直接说出来。这样的人虽然很诚实，但是可能会引起别人的误会。有的人虽然也看到了别人的缺点，但却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通过别的方法来提醒，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这样的人会让人觉得更友好。课文5：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注意方法，学习尤其是这样。使用正确的方法，我们做起事来能事半功倍，也就是说，能节约时间，用较少的力气取得更好的效果。相反，如果方法不对，可能花5倍甚至10倍的时间都不能完成任务，结果变成了事倍功半。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别人的方法也许很有效，但是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因此，我们应该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仔细考虑一下，再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第13课，喝着茶看京剧。课文1，小雨和小夏在聊小夏的爷爷表演京剧的情况。小夏，你爷爷京剧唱得真专业，我还以为他是京剧演员呢。对啊，他本来就是京剧演员，年轻时在我们那儿很有名，深受观众们的喜爱。你爷爷一定对京剧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是啊，他8岁就开始上台演出，到现在大概唱了60多年了。他对这门艺术的喜爱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么说，你喜欢听京剧也是受了你爷爷的影响？我小时候经常去看他的演出，平时他还给我讲很多京剧里的历史故事，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课文2，小雨和马克在聊京剧。真没想到，你一个来自美国的外国留学生，能把京剧唱得这么好。我常常跟着电视学唱京剧，然后一遍一遍地练习，偶尔跟中国人一起唱上几句。难道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京剧方面的专门教育吗？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学习过音乐，有一些音乐基础，又对京剧这种表演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学会它的唱法。你真厉害，竟然连很多中国人都听不懂的京剧也能学会。我还是比较喜欢听流行音乐。那是你不了解京剧的唱法，在音乐方面，京剧给了我很多新的想法。我还把京剧的一些特点增加到了自己的音乐中，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课文3，李老师和校长在谈工作。校长，因为外国留学生不了解中国文化，有时候会影响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正常交流，甚至还可能引起误会，带来麻烦。所以，我们想申请举办一次中国传统文化节活动。你们的想法很好，举办文化节活动，一方面能让各国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能为学生们提供互相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谢谢您的支持。上次的春游活动你们办得非常有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这次活动继续由你负责，相信也一定会很成功。我们回去就开会讨论，星期5之前把详细的计划书发给您。好的，准备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课文4，筷子在中国大约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对外国人来说，使用筷子吃饭并不容易，所以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在放筷子的纸袋上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不过，如果你认为每个中国人都会正确使用筷子，那就错了。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每6个中国人中
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如果你想正确使用筷子，那就好好练习吧。课文5：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常见的饮料。最早的时候，茶只是被当作一种药，而不是饮料。后来，随着人们对茶的认识的加深，慢慢开始把它当作解渴的饮料，这才慢慢有了中国的茶文化。在中国，喝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习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喝茶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有的饮料虽然名字叫茶，却并不是真正的茶。比如广东省的人爱喝的凉茶，它的味道稍微有点苦，其实是一种用中药做成的饮料。第14课：保护地球母亲。课文1：李进要出差，王静和李进在聊天儿。这是明天你出差要带的毛巾、牙膏和牙刷，把它们放到箱子里吧。不用拿这些，宾馆都会免费提供的。再说，箱子已经够重的了。我当然知道宾馆里有，你不是一直说要保护环境吗？现在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行，没问题。我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你能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吗？那个时间路上堵车多严重啊！你还是坐地铁去机场吧，这样不仅省油钱，而且还不会污染空气。好，那就听你的。课文2：经理和服务员在谈工作。小王，卫生间怎么那么脏啊？这会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快去打扫一下。经理，实在抱歉，今天店里太忙了，我还没来得及打扫。那张桌子下面还有一些空饮料瓶子和纸盒子。好的，我马上就去把它们扔掉。以后你一定得注意这个问题。不管客人多，生意多忙，我们都要保证餐厅干净卫生。经理，您放心，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不过，咱们真的应该再多招聘几个服务员了。课文3：孙悦和王静在聊关于环保的事情。早上听新闻说，明天有一个叫“地球1小时”的活动，你对这个活动了解吗？这个活动年年都有，最早是从2007年开始的。明天晚上很多人都会关灯1小时，支持这个活动。你没看到门口的通知吗？我们公司也参加。真的吗？太好了！既然明天晚上公司会关灯停电，那么我们肯定不用加班了。看你得意的样子，还以为你高兴是为了支持环保，原来是因为不用加班呢。环境保护，我当然也支持了。对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活动啊？其实目的挺简单的，就是提醒人们节约用电，希望引起人们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课文4：塑料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可是它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于是，一些国家规定，超市、商场不能为顾客提供免费塑料袋，并且鼓励大家购买可以多次使用的购物袋。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环境，因此，请大家节约使用塑料袋，或者购物时自备购物袋，甚至拒绝使用塑料袋。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这样做可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数量，对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作用。课文5：保护地球环境，并不是一件离我们很远、很难做到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只需注意一下身边的小事就可以。例如，夏天把空调的温度开得高一些，出门时记得关空调和电脑，这样可以节约用电。少开车，多骑车，或者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这样能降低空气污染。还有，养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什么的，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小事，但却有实实在在的效果。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才能使我们的家变得更美丽。第15课：教育孩子的艺术。课文1：李老师建议王静让孩子养成好习惯。那个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的男孩子是谁？表演得真棒！是我孙子，去年寒假前的新年晚会，他也表演过一次。我想起来了，这孩子又聪明又可爱，你们教育得真好。是他父母教育得好，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他父母不仅教他知识，而且还花了很长时间帮助他养成了非常好的习惯。现在他每天都自己练习弹钢琴。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实在太重要了，看来我得向他父母好好学习。对，如果希望有一个优秀的孩子，你就要先成为一位优秀的父亲或者母亲。课文2：王静建议孙悦教育孩子学会安排时间。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别提了，我女儿昨晚做作业又做到11点。睡觉太晚对孩子的身体没有好处。最近孩子作业是不是太多了？主要是他做事情比较慢，比如早上闹钟响了他不醒，我赶时间送他上学，他又急着上厕所。每天因为这些小事批评他，弄得我俩心情都不好。孩子做事慢，往往是因为他们不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你应该让孩子学会管理时间。看来还是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平时看他做事情慢，总想替他做，以后得让他学会安排时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课文3：王静和孙悦讨论表扬孩子的方法。明天又要带我儿子去医院打针，想想我就头疼。他就怕打针，每次打针都哭得特别厉害。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带她去医院打针，刚开始她害怕的要哭，我就小声的和护士说，我女儿很勇敢，一点儿也不怕打针。女儿听了以后，马上就不哭了。原来鼓励和表扬对小孩挺有用的，下次我也试试。不过，表扬也是一门艺术，
表扬千万不要太多，过多的表扬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不仅起不到鼓励的作用，还可能让孩子怀疑自己的能力，变得没有信心。那怎么表扬孩子才会更有效果呢？我认为表扬要及时，而且表扬不仅仅要看结果，更要看过程，这样才能鼓励他的积极性，让他变得勇敢，不怕困难。课文4。有的孩子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会通过哭、扔东西或者故意敲打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父母先不要生气，应该停下手中的事情，陪孩子整理整理东西，和他们聊聊天儿，弄清楚他们的问题。父母的关心可以让孩子心情愉快起来。教育孩子应该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最好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骗孩子，这是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看到父母骗人，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课文5。7岁左右的儿童普遍好动，坐不住，所以老师在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时，一定要想办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只有让他们觉得你教的内容有趣，他们才会愿意努力学习。当孩子不明白时，应该多鼓励他，不要用懒、笨、粗心这种词批评他，这样对他们的正常发展不好。而且，对不同性格的孩子要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如果孩子比较骄傲，应该让他明白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要是孩子性格有些害羞，就要经常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健康的发展。